华教授啊，您的智能传感器啊，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一个关键要素的它的含义？让这个传感器就像一台小型的电脑一样运作。可编程底层代码运算，这个黄教授能不能解释一下？通过这样一个计算，它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实时的、无误差的脑度测量。所有的电啊、信号都是包在这里面的，它有一个3轴的一个加速度在里面。黄海博士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轨道交通工程系创系教授，他领导该系成为美国首个通过 ABET 认证的轨道交通工程本科项目。他曾任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轨道交通委员会主席，现任美国 Railroad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公司负责人，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斯达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黄教授长期从事交通土木设施健康监测、智能传感器开发和传感器端的数字模拟方法等技术研究，在隧道、基坑和轨道交通领域主持和参与过多个中美重大科研和产业化项目。华教授啊，您的智能传感器啊有这么几个要素：多自由度、高精度、高速率网络化以及可编程底层代码运算的能力。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一个关键要素的它的含义？多自由度事实上还是大家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信号，比如说我们有的传感器需要测湿度，有的是测温度、测风向或者各种各样。那我们主要传感器主要集中在什么呢？就是第一，运动，它加速度，那么它有3个自由度，对吧 ？X、Y、Z。那要转动，对吧？它也有 X、Y、Z 3个转动，那也是3个自由度。同时呢，我们还有应力，对吧？那个力它 X、Y、Z， 或者说应变，我们当然也有应变的这个应变片的这样，它也是3个自由度。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传感器是多功能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10个自由度。高集成度，对。那么高精度呢？这个精度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它本身的纯粹的数据精度。那我到底，比如说我加速度到几个 G， 那我们是到比如说0.1个 G 或者0.01个 G。的应变它是多少？是几个缪，就是100万分之1。举个例子讲，我们的角度可以到0.003度，那这就是精度。那还有一个精度的解释就是它的时间标签精确不精确。比如说我不能说这个信号是今天采的，那个信号是明天采的，那你这2个没有关联性。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精度的体现。那么高速率就是比如说这个其实主要针对比如无线的传感器，对吧？我1秒钟能够传多少数据，这一般的传感器中可能用不到，但是在智能传感器中，尤其是当我们需要在传感器上执行一些计算功能的时候，那这个速率就非常非常重要。最后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运算能力啊。这边的话，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也就是说，可编程底层代码运算能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想要，尤其是比如说轻量化呀、模块化、智慧化这些需求的话，那需要我们把一些运算功能放到传感器里面去。那这时候你也必须要让这个传感器就像一台小型的电脑一样运作。那么这时候它需要它自己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系统进行编程。我们要把一些，比如说有限元，我们要把这个元素啊、节点啊这些东西都要放到这个传感器里面去。那么传感器必须要能够给我们开放一个权限来进行编程和编译。可编程底层代码运算，这个黄教授能不能解释一下？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传感器，我呢放在这样一个悬臂梁的梁端，然后呢，我想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有力的时候啊，这个梁的脑度是多大？但是我们一般测脑度是一定要有参照的，那无参照是肯定不行的。比如说，我说我放一个加速度仪在那儿，然后通过加速度2次积分，我能不能得到位移？那这个误差就是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都知道，悬臂梁感端转角跟它的这个感端的脑度是有这个关系的，D等于2/L西塔。
那这时候你就会有2个脑度，一个是用加速度积分出来的，另外一个是用转角转出来的，那么这2个数据一融合，你是可以最简单的话，你加起来除以2，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了，是吧？这里面有这样很复杂的一些计算，有内在联系的。通过这样一个计算，它可以得到高精度的实时的无误差的脑度测量。那么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这个传感器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你需要这个传感器有接纳我刚才讲的这些算法的能力，这其实就叫可编程的底层代码。这样出来，我才能够得到一个精确的无参照的脑度值。我看了这个啊，就是 Shadow 自研的智能传感器，它应该是你前面讲的这个智能传感器用于某一个特殊的产品，是吧？然后这个特殊的产品，你给它取的名字是智能颗粒，还有这个能够把那个监测和计算放在一起。对。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理解上来说，有一个全相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全相管呢，事实上呢是多个传感器在一起，在一个管子里面，全相管其实就是一根管子。那么这个看上去其实跟固定测鞋是很类似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功能也其实挺类似，就它可以测鞋，但是全相是什么意思呢？不像我们一般测鞋仪，它就是一个方向，因为你要有导槽，它就是只有这个方向和90度，全相是360度。这个主要是用来看什么？比如说我们要看边坡的一些稳定性，因为您不知道这个边坡是往左往右，它如果产生滑动的时候，它是往南滑往北滑，它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360度全相的一个东西。这个用的最多的，事实上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待会儿其实有一个工程实例，就是当你在基坑开挖的时候，它对于周边建筑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基坑开挖有可能地连墙是这样运动的，但是对于周边，我不知道周边的建筑，它有可能是楼，但也有可能是大坝，我不知道这些它怎么动。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放一个这样全相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结果也证明了，它这个是不一定这么好确定的。黄教授，那个刚才你讲的这个原理上也比较清楚，但是我们搞工程的呢，比较适应就是说用实物来展示效果，这样的话大家就是理解起来也比较方便哈。现在您手上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用在铁路隧道里面的这个路基里边啊？然后的话，可能外面再包一层这个材料，就和那个道栅是一模一样的。对的，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当有变形的时候呢，它能够反映出来。那么具体它怎么反应，你能不能演示给我看？可以。首先，白老师，这是一个无线的传感器，那么所有的电啊、信号都是包在这里面的。大家可以看右下角这个，比如说我上下呀、前后。就是有震动左右，对，它有一个3轴的一个加速度在里面。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在散体材料或者连续体中也会用到。后来听说你们在地下连续墙里面也把它放进去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的作用就可以替换掉原来的我们地下墙的测鞋仪。我们关心的一个地下连续墙，它有2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它只要知道施工期。还有一种呢，我是全寿命周期，很长的时间，比如说100年。那么很长的时间里面，它怎么样来实现长时间的监测呢？因为现在这个呢，就是用另外不同的场景的，它需要无线，它需要短时间。但是在地下连续梁中间，我们有不同的版本，我们有有线的版本，因为地下连续梁有的时候它里面会有水，对，那对于无线传感器就比较困难。那如果说我有线串联的话，那不但可以供电，而且数据也可以不间断，24小时不间断就可以出来。那你这个价钱是什么价钱？这个最早的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像这样一个无线的版本，差不多要合$2000左右。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造价已经是降低了非常非常多。当然里面有比如说开发的成本啊，有其他的成本，那当然，而且你用量越多，它当然越便宜。
但是一开始肯定是贵，因为它要考虑到开发前期成本。单纯的说，这么一个东西，你在美国是$2000，可能现在只要$1000啊。对。但是呢，这一个东西，它把那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测鞋仪加上压力传感器这2样东西就放在这一起了。然后的话，我们传统的是压力传感器的开发商是一家人家，那个测鞋仪也是一家人家，那是2套系统。压力传感器和你测鞋仪不在一个点上。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变形和你这个劣势其实是有距离的，对。但是你这个的优势的话呢，都是在一个位置上，它的这个优势啊，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黄老师啊，我特别还是注意到哈，你这个传感器是后面这个大了一点，有线连着的，但是我感觉到你适合用在地下墙里边的，因为呢，地下墙呢，它倒不在乎这点尺寸了，重要的是。你这么大，它应该的功能呢，不仅仅是传感器吧？如果这个几个我们称之为传感器的话呢，那么这个事实上我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智能化的传感器。这个向外延伸的感知层，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接到应变片。但是除此之外呢，它这里面事实上是有一台小型的电脑。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执行一些简单的数值模拟的方法，譬如说有限元。为什么呢？因为譬如说像您刚才讲的地下连续墙中间，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想要知道这个深层水平位移，在这个位移产生的同时，我这个基坑的内部结构内力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什么？第一，要有精确的数据。它上来，第二要有同步的运算功能，直接把数据采上来，在这里面就进行分析了，然后同时就可以把结果上报出来。所以我们达到就是说，实时采集数据，实时分析，实时的上报，把等于数值分析的功能和监测的2个实时的放在一起了。对，非常有意思，非常好，非常好。王教授啊，我看到了这张图哈，基本上我也猜一下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您的这个智能颗粒已经埋在这里边了，是吧？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些人工输入的各种各样的，我看的施工的参数也都在这个平台里面放进去了，是不是这样的？对的。这个是总包单位是中铁11级集团，它呢是在南京地铁的4号线使用了这个办法。对，因为这个基坑是比较深的，地面墙是63米。然后里面呢有7层，上4层下3层，顺着你做结合的。当然它肯定是需要自动化监测，但是最主要他们还是想要知道，我这个上面结构做好以后，在下面开挖的时候，它的地垫墙变形对已有的结构会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就需要实时数据、实时分析。甚至要实时的应对，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黄教授，我看到了，你这个工程实例就是济南黄河隧道哈，能不能针对这张示意图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跟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一起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这是一个隧道的这个截面图，它直径是15.7米。那么我们就想要知道这个管片它是怎么变形的。由于这个管片是由10片构成的，其实就有点像有10个梁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做法是用我们的基于这个智能颗粒上的技术上开发的一个叫姿态核，姿态核加它的钢筋机，用数据融合的方法把这2种测量的结果放在一起，从而产生就是高精度的管片收敛的监测。而且是无参照物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大家能够看完我们的节目，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在白云书室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见面。好，谢谢大家，再见。谢谢。